我们4个是从小一起在偏远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大家现在都各奔东西，结婚的结婚，忙事业的忙事业，都在外面打拼。难得清明连假，大家都回来了，所以决定约一约，到海边烤肉钓鱼，相聚一下。那是一个微风清凉的夜晚，在月光下，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萤火在夜空中闪烁。我们聊着天，大家喝着酒，分享着彼此的事，你吐槽我一句，我吐槽你一句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好像回到了从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，可能是喝得太多了，我突然尿急，站起身往后方跑去。后来当我解放完之后，转头看向那群朋友时，疑惑地想，怎么多了一个人？我心想，你们这群家伙是不是还喝不够，又打电话给谁帮忙跑腿买酒？因为村庄离海边并不远，可能是请村里的朋友帮忙买来的吧。我心里没多想，就走回了我原本的座位，跟那群朋友继续说说笑笑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刚刚那位帮忙跑腿买酒的朋友，从我上完厕所到现在，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在角落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凝视着海边，其他人也都没理会他。我心想，可能他心情不好，只想安安静静地坐着吧。后来换另一个朋友尿急，这里我们称他为阿祖，阿祖就往后方跑去，等他回来时，就话里怪里怪气地说道，你们2个刚刚不是也想上厕所吗？走啊！另外2个朋友互看了一下对方，然后大笑地说，干嘛了？你是在怕什么？怕碰到鬼吗？然后开始放声大笑。但是阿祖的表情很怪，时不时偷看着那位静静坐着背对着我们的朋友。后来阿祖带点紧张的语气说，走就对了啦，就拉着那2位朋友起身。那2位朋友也是莫名其妙的，就跟住他去后面上厕所了，只剩下我跟那位沉默的朋友。过了没多久，阿祖也跑来找我说，走了，你也一起来上厕所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我心想，报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吗？非要拉着我一起去上厕所才要讲。我往后面看去，然后笑着说，干嘛？是要比大小吗？哈哈，就这样我也跟住去了。我走过去后，有些疑惑地说，你们都去厕所，就把你们朋友一个人丢在那里，你们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吗？惊慌失措的他们问我，你认识坐在那边那位吗？啊，我当然不认识啊，不是你们找来的吗？他们害怕，互看着同时摇头。我说，你们不是喝不够，所以请人帮忙买来吗？他们害怕又互看着同时摇头。阿祖说，找我来就是要问这个人什么时候来的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，也没找人来啊。这时我们吓到了，汗毛竖立了起来。我说，刚才在我第一次上厕所完毕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在那了，他只是一个人沉默静静地坐在角落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看着海边。我心想，可能他心情不好，只想安安静静地坐着吧。阿祖害怕地问，那你回来怎么不说？我说，靠背，我以为是你们的朋友，谁知道啊。阿祖说，上完厕所时才注意到，我们中间竟然多了一个人，他会接二连三一个拉一个，拉到旁边问。4个人互相交换着害怕的眼神，却没有人敢去问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开始觉得恐怖，但也不想打破这片宁静。阿祖迅速算了一遍，确认只有4个人，但却有5个人在场。当时我们都吓坏了，想破头就是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第5个人是从何而来，又是什么时候来的。这时所剩不多，正在燃烧的柴火也慢慢变暗。突然一阵大风吹来，只见那身影就这样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我们的钓竿与其他东西都没敢收舍，就连滚带爬的离开海边，不敢回头。隔天我们集合回想了昨天的事情，还是会感觉毛毛的。这时一位朋友，我们先称他为阿华，这时阿华说，你们还记得以前一位学长吗？我们回他说，
你说谁？什么学长？阿华说，他家就是住在坟墓附近那个，长得高高瘦瘦的，有印象吗？我们回他说，不记得了。干嘛这时候说这个？这时阿华突然冲回家，拿了一本他姐姐的生活照，指着照片说，就是他，你们记得吗？这时我们三个一脸问号，实在没什么印象。阿华说，你们对他没什么印象也是很正常的，这位学长妈妈很早就过世了，只剩下他和他的爸爸一起生活。他爸爸常常喝酒，喝得很凶，每次喝醉了就会打他，他身上总是脏脏的，衣服也破破旧旧的，总有蛀新和旧的伤口，平时也不爱跟人说话和互动，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旁静静的发呆。也许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没什么朋友，因为我离他家算蛮近的，他也是我姐姐的同学，所以我对他的事情还是有一点了解的。阿祖说，爸，然后呢？说这个干嘛？阿华说，不要急，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重点。这位学长国中毕业后没多久就过世了。有一次他爸爸喝酒醉，那位学长害怕的不敢回家，就一个人跑出去。听说有人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海边，旁边带着酒。后来隔一天被人发现他躺在海边，听知情的人说，他喝了大量的农药，口吐白沫，痛苦的死了。听到学长的事情之后，大家的内心都充满了疑惑和害怕。虽然试图理性的解释这一切，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内心那份恐惧，大家就各自解散了。回到家后，我试图忘记在海边那一天所发生的恐怖夜晚跟所听到的事情，但是那个学长的身影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，不断的一遍又一遍重演他死前的那一段痛苦的记忆。在梦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，体会到他的无奈和悲伤，感受到他死前的痛苦挣扎，每晚都被这恐怖的噩梦所惊醒，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。到了清明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准备回到原本岗位跟生活的我，想说打个电话联络一下那3位老朋友再聚一下，因为回去之后天南地北，就没办法再跟现在一样想聚就聚在一起了。于是我拨通了电话，约他们在阿祖老家聚聚。几杯黄汤下肚后，我鼓起勇气提到了关于最近几天所经历跟发生的恐怖噩梦。跟他们说完之后，在场的人全部都很震惊，因为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做了相同的噩梦。原来不是只有我，大家也都一样被相同的事情所困扰，也无法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。这时阿华说，其实那天会跟你们说学长的事情是有原因的，在这里应该只有我对学长最熟悉。那天晚上多出来的那个人，其实隐隐约约我就觉得是学长了，只是刚好是清明节扫墓，加上这个时间点，整个很害怕，而且超毛的，怕惹祸上身，招惹到好兄弟，才不敢说出来。隔天聚在一起，又不知道怎么起头说这件事，所以才跟你们说了他的事情。也许这几天我们发生的怪事，还有做噩梦等等的事情，或许跟我告诉你们学长的事情有关系，也许是我，或者是我们冒犯到他了，也不一定。于是我们大家决定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学长的墓前看看他，跟他道歉。就这样大家也就早早结束，各自回家了。要回城的当天，我们几个相约，大家带着虔诚及忏悔的心，一起去给学长扫墓。到了地点，一眼望去杂草丛生，根本看不到墓。我说，奇怪了，现在不是清明吗？怎么没人帮学长扫墓呢？这时阿华说，这位帅哥，你呀，就你是最多爱管闲事，别乱说话，当心得罪不该得罪的好兄弟了。此时3位朋友很严肃地摇摇头看住我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只能很尴尬地笑一笑。大伙们就开始除草，清洁一番，之后便由阿华带头，振振有词地说了一番，内容大概是天主教之类的祷词吧。接着阿华说，我们大家就轮流的跟学长认真道歉吧。他们结束之后，就轮到我了。阿华立马说，帅哥，麻烦你
请你别乱说话 ，OK？” 他们三个又很有默契的同时看着我。我说：“干嘛？你们三个看着我干嘛？我很认真的好不好？别乱。”阿祖说：“对对对，你很认真，刚到墓地就在乱讲话，这几天还不够你受的吗？”于是当天扫完墓，大家互相道别，就各自回去该回去的地方了。开长途车到外县市的家，已经是深夜的事情了。一到家我就直接倒在客厅呼呼大睡了起来。不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多久，睡梦中的我突然感觉到周遭的环境突然变得异常的冰冷刺骨，就连呼出来的气都呈现出冬天才会有的白色雾气。被冷醒的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好像就站在我的床边看着我，害怕的我眯住眼想起身，但是就怎么也起不来，好像被什么重物压在身上。奇怪，我不是回到家就在客厅睡死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回到房间的？我又是怎么进来的？难道我在做梦吗？如果是在做梦，这该死的真实感又是怎么回事？是现实还是在梦境？我已经分不清楚了。现在的思绪非常混乱，加上害怕，动又不能动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就在我很慌张很混乱的时候，嘴巴很顺很不由自主地喊出三字经的国骂时，突然我听到一声笑声，这时身体也可以转动了。我立马起身，转过头看过去时，只看到那模糊的身影在对我招手，好像是在跟我道别一样。正当我还在疑惑时，突然感觉到背后一双手用力推了我一下。我醒过来时，在一间老旧废弃的厕所。我在哪？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在这里？我慌张地推开厕所的门，眼睛看到的是一条残破的走道。我直直地跑去推开走道大门，进去后现在是怎样了？怎么又是厕所？当我想回头走回走道时，门却打不开了，于是我又跑去推开厕所的门，竟然又是相同的走道，反反复复的从厕所跑去走道，又从走道跑去厕所。这时的我越跑越紧张，越跑越害怕，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道门了。就算走不同的门，终究还是一直循环在同样的地方。时间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，此时的我停了下来，大口喘气，心想好累，跑不动了，也不想再跑了。就这样，精疲力尽的我昏死了过去。不知道已经沉睡了多久，此时我被一股很温柔的声音唤醒。双眼睁不开的我，隐约听见有人对我说：“站起来，别再睡了，你做得很棒，也很好，你尽力了，但是这地方不属于你，你也不应该在这，不要害怕，让我带你回去，等等你就往有光的地方，用尽全力的奔跑吧。”我大叫的问他：“我在哪里？你是谁？谁在跟我说话？”我说完后，只听到了脚步声和笑声慢慢的离我越来越远，最后没了动静。这时我的双眼已经慢慢的睁开了，旁边空无一人，远方的光芒让我的眼睛有些许的刺痛感，也许是因为长期在阴暗环境的缘故吧。我站起身，想起了刚刚那个人对我说的话，我不敢多想，就用尽全力的往那道光跑去了。跑到尽头时，我看到面前是一扇门，门中投射出很耀眼光芒，亮得我快睁不开眼了。我站在那扇门前，我听到了很多人在说话，大多数都是我熟悉的声音。这时后方传来了刚刚那温柔的声音，他大喊说：“快进去吧！”此时我好想回头看看他到底是谁。他说：“千万别回头。”我问他：“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？”他大笑地说：“其实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只是你自己没注意到而已。”这时他说：“他们快来了，你快点进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正当我犹豫要问他：“你说的他们是谁？”门中那金色耀眼的光芒把我吸了进去。当我慢慢的睁开眼睛醒来，女朋友跟好朋友们都在身边。我眼角含着泪水喊道：“叽叽喳喳的吵死了，但是看到你们真好。”女朋友冲过来抱住我说：“你终于醒了，快把我们吓死了。”本来想起身的我，但是很奇怪，一点力量都使不上来。更怪异的是，我怎么在老家
我不是已经回去工作地了吗？我躺在床上提出了我的疑问。此时大家都用很疑惑的眼神看我。阿华说，你在说什么？睡到傻了吗？你已经昏睡1天1夜了，动都不动，叫也叫不醒，快把我们吓死了。我也惊吓到说，我什么时候开始昏睡的？阿华说，大家相约给学长扫墓，扫完之后你说你想去海边一下，我们就各自回家了。你女朋友说，你回到家你说头很痛要躺一下，之后就睡了，后来怎么叫都叫不醒，而且你在睡觉时还会怪吼怪叫，有时还会掉眼泪，你女朋友很害怕，才叫我们来看看你是怎么了。我们还在想说，如果今天再不醒，可能要把你送医院了。我说我不记得我扫完墓有去海边啊。后来我把印象中扫完墓后经历的事情说给他们听，全部的人很惊恐地说，兄弟啊，你可能中邪了，或是被好兄弟带走了。大家左思右想，我到底是在哪里惹到某位好兄弟的？会是学长吗？这时阿祖说，会不会是在海边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？因为发生这一切灵异的事情都是在那晚开始的，为了我的安全，也为了大家。这时我说，这样好了，既然一切的事情是从海边开始发生的，那就从海边开始找线索吧。如果真的得罪到了某位好兄弟，那就想办法解决吧。我可不想像电影剧情那样不明不白的就。大家说，你别乌鸦嘴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交代女朋友在家里等。于是我们又往海边出发了。大伙们到了海边，开始回想当天的事情，有摸过什么东西，做了什么事情，有没有说错什么话等等。就在我们想不透到底哪一个环节有问题时，阿华突然问我说，你那天是在哪里上厕所的？我手指那个方向说，就那边啊。阿华说，我想我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以前有听过村里的老人家在喝酒聊天，有说过这里附近以前有个日据时代的一个刑场，还有一个乱葬岗，有发生过很多闹鬼的事情。虽然那附近有很多大鱼，但是常常发生诡异的事情，例如半夜听到女人的笑声，东西莫名其妙移位，或是觉得某处有一双眼睛在注视你等等之类的事情。之后就没人敢在晚上去那附近钓鱼了。我只知道刑场大概位子，至于乱葬岗就不知道了。等回到村里后，大家分散打听消息，从一位老爷爷口中探听才知道，我那天去上厕所的位子很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乱葬岗。爷爷说，你们这些小鬼，那个地方很阴，没事别乱跑去那里，知道吗？以前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出事了，所以最好别乱跑去那里。不对，我问你们，问这个干什么？不会是你们有跑去那里碰到什么事了吧？于是我把大家一起发生的恐怖事件，还有后来我在家昏睡好像中邪的经历，所有的事情跟老爷爷说了一遍之后，老爷爷很生气，手指我们大骂说，你们这些小混蛋，你们完了，这样做根本就是尿在人家头上，对那里的往生者不敬，难怪会出事。以前就发生过很多像你们这类的事情，被缠上的人轻则风言风语，或是无端端发生意外受伤，重则就这样走了。这几十年里就有一个国中刚毕业的小朋友就是这样走的。他说话总是轻声细语，话也不多，也没什么朋友，但心地善良，总是会帮村里的老人家搬搬东西，打扫打扫，或是做一些农活，也不要求回报。如果他还在，应该跟你们一样年纪了。从老爷爷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有很多的惋惜。这时我们真的被吓到了。我问老爷爷，您说的国中生不会是住在坟墓附近的那个人吧？他是我们的学长，不过他不是喝农药自杀的吗？老爷爷说，胡说八道，谁跟你们说他是喝农药自杀的？他是被吓死的，死状非常恐怖，嘴巴跟双眼张得非常大，手指扭曲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，惊恐休克而死的。因为大家议论纷纷，也怕村民恐慌，所以那时发现的人还有长辈们才决定编造故事，说他是喝农药自杀的。
后来有请法师做法会来超度亡魂之类的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，也没人再去说这件事情。老爷爷摇头叹气，我们这时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剩下的只有恐惧。没想到这么严重。老爷爷，那有办法解决吗？老爷爷突然看着我们点点头，微笑说，放心吧小鬼们，我想你们的事情已经有人帮你们解决了，尤其是你。我说，尤其是我。我怎么了？老爷爷说，不是你。难道是我吗？我说，谁？是谁帮我们解决了？我们四个疑惑的互看。老爷爷说，谁帮你们解决问题了？这个问题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？你惹的事情如果没有他，也许你根本回不来。傻孩子，你们要好好感谢他。这时老爷爷点点头，好像在肯定什么事情一样。老爷爷的视线虽然是看向我们的，但是总觉得他是在看我们后方。这时老爷爷转身说了一句，小凯啊，想不到还能够再看见你，真好。就这样大笑的走了。阿华说，其实老爷爷应该就是那个法师，他以前不住在这，是住在山里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帮来村庄的，也许就是有他在，所以相同的悲剧才没有再发生过。而且刚刚你们不觉得老爷爷好像在看我们身后方啊？这时我们大家害怕的慢慢回头，什么都没有。刚刚会不会学长就在我们身边？所以老爷爷才会咒跟说这些无厘头的事。而且老爷爷说的小凯就是平时别人对他的称呼，这使大家鸡皮疙瘩了起来。不过老爷爷不是说没事了吗？也许真的是学长帮忙大家，所以我们人平安无事。至于那晚海边多出来的人是谁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老爷爷说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学长？因为根据阿华跟老爷爷描述，还有那温柔提醒我的声音根本就是同一个。也许就是学长在冥冥之中的帮助，我才能苏醒，大家也才能平安无事吧。